中国8月1号推出的社保新政，那不就是一把砍向全民的剔骨刀吗？你看起来啊，它挥向的是那些不交社保的民企老板，而最终它一定会变成一个全民分摊。那中共这个全民分摊游戏是怎么出台的呢？今天咱就聊聊这个话题。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7号。关于中国社保啊，今天咱们聊第3期。因为前2期我特地聊到，现在社保啊，中共确实是着不住了，必须得出点狠招。原因说得很清楚，现在这剪刀差啊，你弄不了。首先说，过去的18个月，有将近1100万年轻人啊不缴社保了，就不跟你玩了，我躺平了。而进池子的水少了以后啊，但领钱的人多了呀。现在这池子里领钱的超过65岁是2.8亿人，占整个中国人口的20.1%呀。那现在的缺口已经达到了1万亿，这缺口只能越来越大。这一说，很多中国老百姓说，这个社保基金呢，中共一定会想办法填平的，不然会影响稳定。现在他想出来的招啊，根本不是你想的填平，而是什么？进一步收刮社会财富。所以说，今天我一期节目啊，把这事儿给聊透。首先说，遇到这种问题呀，首先要付出代价的是牛马。我们讲社保呢，就像打麻将，上面是4方2边，一边呢是企业和打工的。实际上，在中共眼里呢，这就是牛马与牛马管理员之间的高级牛马，统一都叫牛马。那另一方是统治者中共和他的仆人，那个仆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特权阶层，总共是2对2啊，2对2。那这个游戏出现在哪里啊？是牛马的养老账户啊不够了，出现了1万亿的亏空和缺口。那通常情况下呢，都是说你把那个牛马的要补起来，首先要削减的是那些肥猪啊。首先你自己要减少搜刮，但实际上不是的。8月1号公布的新政是要求企业要补缴，除了补缴之外呢，你原来和员工商量的那种不交社保的协议啊，一律视为无效。如果说这个员工去告，是一告一个准儿，那本质上不就是挑动牛马与牛马之间的内斗吗？今天呢，我就跟你聊一下。国内很多的媒体，包括一些国外的大 V 啊，都说这个东西是中国各部门之间啊互相不买账，丝毫不顾及中国经济现在所处的困境和青年失业率高居不下的事实啊，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其实这个呢就有点外宾了啊，毕竟在中国生活了也半辈子，我呢就跟你聊一下，这种政策出台实在不可能是国务院，也不可能是这个卫健委。今天呢，我就给你普及一下中国特色的这个社保制度。首先，社保池子呢分为中央那个大池子，叫全国社保基金，再就是省里的池子。一般老百姓，你主要看你省里那个池子，中央那个池子你是指望不上的。那省里池子它是归人社厅管，但这个钱呢是归财政口，中央也是一样的。中央的人社部只管社保医保的政策，他不负责管钱。那钱谁管呢？社保基金几万亿，这个呢，它专门有一个社保基金，这个基金呢是挂在这个财政部的，财政部一个副部长或者是部委员专门管这个事儿。这是2个平行的部门在管这个钱，政策与资金是分开的。那中国的医保呢？医保更邪乎。它呢是国务院直属的部门，副部级，它根本就不归卫健委管，所以这个东西啊，它和其他国家不同。那你说这里边有什么猫腻呢？这就是它所有的东西都得最终不可能由一个部门说。首先，新闻讲的，这是由最高院做了一个司法解释。最高院，你认为他有这个权利或者有这个动力专门出这个事儿吗？你打死他，他都不干这种得罪人的事儿。这个呀，无非是上面借他的嘴说了一下而已。那这个拍板的绝对不是国务院，而是什么呀？
老习一个人，他组织那个5人委员会。在这儿呢，给大家普及一个历史常识嘛，因为看大卫节目呢，很多都是要听这个历史有意思的事啊。在中国的总理一向是弱势的，你就是从根儿上，49年建国的时候，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呢，只是政府的一个部门。首先说主席是老毛，副主席什么毛啊，是其他人。那周恩来是什么角色？周恩来连人民政府的副主席都没混上。他呢混了一个50多个人的委员之一兼政务院总理，大家清楚了吗？在中共的体系中，一开始啊，他是向苏联学习，总理这个角色在苏联叫做部长会主席。你想，中国怎么允许出现俩主席啊？那时候老毛熟读这个36计，是吧？所以说他把这个叫政务院，而政务院的总理啊，你根本就不是中央政府主席，你只是一个小的委员。很简单，主席啊，你只能是一把手。而且啊，中国的体制中啊，枪杆子刀把子自始至终就没置于国务院的名下。至于说公安部啊、国防部啊，那只是花钱的时候找你总理，真正汇报工作的时候啊，是不会向总理汇报的。给你举个例子，老毛刚得的天下，军委主席是他，老周啊是混了一个挂名的副主席，国防部长啊是另有其人，老周是指挥不了军队的。第二，那国务院组成部门是有个公安部，但是这个部长啊是罗瑞卿大将，这罗瑞卿一直是老毛的铁杆，是红衣中的红衣，所以说他在自己的铁杆里啊安插在国务院，也有监督周恩来的这样一个任务。你想一下啊，后来啊，在56年的时候，干脆又成立了一个政法委。这个公安部长汇报工作基本上不会向总理、副总理，那都是向政法委。你看国内演出那个热播剧叫《人民的名义》吧，这个叫祁同伟，他作为汉东省的公安厅长，按说你应该向省政府汇报吧，分管副省长和省长，很少吧？他顶头上司呀，真正汇报工作、汇报案情的是政法委书记。所以说啊，中国的总理实际上自始至终，包括现在，都是一个大管家、跑堂的角色，根本就不是东家，甚至连董事会啊，那只能是一个虚的。好，那我们再讲一下啊，现在的社保基金，我们看官方它是怎么说的。全国社保基金是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由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资本划转，资金投资收益和以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构成，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障等的补充调剂。说得很清楚吧？这个钱不是给普通老百姓的，是哪个省你的池子里不够了，哎，我给你调剂一下，但这个调剂可不是说永远给你调剂下去，大多数你还是要自己解决的。这个钱啊，通常情况下老百姓你只能看得见，你是用不到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为什么8月1号推出的政策绝对不像有些人讲的，只是说人社部和最高法那个冒进呢？是因为这种事啊，按照现在20大的规则，应该是中央有一个财经委。我看了一下这个人数哈，20届中央委员会财经委主任老习，副主任李强，委员蔡奇、丁学祥等，还有就是办公室主任何立峰。实际上真正干活的人呢，就是何立峰主任。那决策层呢，只有老习一个人。你不要以为这个总理在这里边不就是一个副主任吗？他有拍板的权利吗？所以说8月1号的恶政，那只能来自于一个委员会，来自于一个人，哎，没有别人啊。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啊，这里边有什么弊端啊？非常明显，因为你如果让企业补交社保，或者说不交社保一告一个准啊，它就会激发人性中的恶。因为大家都清楚啊，就是你经济形势很差的时候啊，它一定是这个活着第一。那活着第一啊，你1个月给我3000块钱就可以。至于说什么道德情况，那都往以后说了。所以说啊，真正出现的情况一定是什么？开始敲诈了。很多员工啊，我要还房贷，
要不然我进行黑名单啊，那我只能是敲诈老板。谁让你违法了呢？那最终结果是什么？老板把他给吃黄了，吃黄了，我企业我不干了，我打工去好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员工啊，他一定是双输的。那有些人说，他怎么可能用这种低劣的办法，而不用说把那些一个月1、2万养老金的人给他削减呢？像有些这个医保啊，一年要花几百万，甚至是上千万。有些这个副厅级、副部级的这个官员，人都快死了，植物人了，也不能动。但是呢，他就常年霸占那个高干病房，一年4、500万。你说一个人可能要顶好几百个人的老百姓的支出，能不能掐掉这些人的这个管子啊？该死就死了，7、8了、80了，你还活着干啥呢？又不会为社会贡献，而且呢，很多年轻人5、60岁有病了，脑中风了，都看不起，这严重不公平啊！能不能匀一匀？就像我们刚才讲打麻将，牛马和老板，对吧？共产党和他的这个统治者，他的这个一亿党员，能不能把这些的利润往这匀一匀？实际上不行。我跟你讲，第一个原因不行啊，中国它已经形成了这种文化，人们啊确实在反对特权，反对不公。但是很奇怪的是呢，他反对的并不是这个制度本身，他还希望这个制度，还在捍卫这个制度。他反对的是为什么占有那个资源的不是我？如果你明白这个，知道啊，中共把中国人的人性啊已经看透了，所以他才能够拿捏几十年。因为你中国人啊，他明里暗里也在维护这个等级制，等级制就是要做人上人，做了人上人，你就可以报销很多医药费，进口药你能用啊，别人就不能用。好，那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也很重要的，那就是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为什么会出现像和珅的那种真正救灾的时候，到底是先救官还是先救民？和珅的想法是你得先救官，因为真正受灾了，你救了民，民感激你吗？民不感激你，他觉得我受灾了，你救我是应该的。但是你救了官呢，官感激皇上呀。要没皇上，我能比那些屁民好吗？我能吃烧屁民就啃方便面，哎，所以他们呢是维护这个等级制的中坚力量，而这些人就是我刚才讲的，一年花4、500万不拔管子的老人，一个月领1、2万的那些退休体制内的公务员，他们是这个体制的铁杆的维护者。在这儿呢，我也说深一点啊，这些人他难道不感觉到不公平吗？他当然也感觉到，但是啊，他自己他有个权衡。你比如说现在的一些官员啊，我们就讲1亿党员吧，包括他们的家属，这些人就考虑了，这个体制目前啊确实不咋地，不公平，但至少我拥有了权利，或者说我分享了部分的权利。包括一些中产阶级说，我这房子原来值500万，现在就值他妈200多万了，砍了一半，至少还有个200万的房子吧，至少房子还属于我的吧。那他们怕什么呢？是因为老公啊这么多年一直在给他灌输一个观念，说中国不能乱，只能是我统治，如果一乱的话呢，一革命就像那个法国大革命一样，断头台啊可就日夜不停了。你们曾经欺负过老百姓的人就会遭到清算。第二呢，你手里的房子、车子、银行存款那些企业啊，都会被革命者瓜分。因为任何一场革命呢，它最终都是砍向那些富人的啊，来一次这种均贫富。一均贫富的话，老百姓不是把这个气儿泄了吗？而且他会支持这个新的领导者，而富人呢，往往会成为第一批献祭的人。正是这种多年的宣传，让中国的中产阶级、吃饱饭的人，还有那个一些体制内的人啊，他本能的怕，他怕变动，他觉得我房价跌一半，好歹我有一半房子吧，好歹我有这些权利吧。那我们再说一下啊，既然说体制内的人不能动，那只能动老百姓。怎么动法呢？名义上啊，他砍向的是这个老板，谁让你违法了呢？谁让你这个拖欠工资呢？你现在得补缴。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一定会推高失业率，因为老板觉得没利润，这干嘛还要干呢？
比如说你开个小卖部，开个小餐馆，雇5、6个人啊，不交社保还能勉强维持生活。如果是交上社保，你直接纯赔了。因为很多大 V 都分享过这种案例了啊，就是贸易公司那利润也就是10%到20%，你要交完社保的话，他直接还不如回家关门呢，躺平了呢。所以说呀，企业在接下来1、2年一定会中小企业大规模的倒闭，而员工呢一定会大规模的失业。而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有多重要啊？有人总结过5、6、7、8、9啊，我给大家再复述一遍。这是社科院公布的，我国的民营企业将近3000万户，它的作用和贡献可以用5个字来形容呢，就是5、6、7、8、9。5是民营经济对国家的税收贡献超过50%， 6是国内民营经济的生产总值占到了60%， 7就是高新技术企业占比70%， 8就是80%的城镇就业。80%的城镇就业都是小民营企业，而不是国企业。好，9是民营企业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达到了90%。在中国经济中啊，确实这是一个蓄水池，把那些挣扎在劳动线上的人，又没手艺，或者是40、50了，就一把年纪，能看个大门，能掂个勺啊，能给你摘个菜，你给我发个3、5千块钱，我能养家糊口。如果你让我交这个社保啊，它一定是双数，企业不干了，那员工也没失业。当然了，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全民分摊了，这个是必然的。分摊法也很简单，你如果是开贸易公司、开餐馆的，人们不能不吃饭吧？好，既然你查我，那我就要把这个钱呢打在这个面里。你比如说，国内一碗面是20块钱人民币的话，比如以我们苏州为例啊，我的国内苏州生活都是一碗面，平均20块钱。20块钱里这个成本啊，房租可能占到了一半，人工和物料呢能占到这个差不多一半，利润也就是10%到20%。如果你让他把社保加进去，这碗面一定20打不住，他可能得卖到25到30块钱才能够有原有的利润。你看，最终谁买单？是所有的老百姓。你吃饭的啊，你这个干小买卖的，只要涉及到所谓低端劳动力啊，或者是现代服务业，你都得要接受一个馒头10块钱。为什么呀？因为老板不这么干的话，他就关门。如果想继续干，消费者最终买单。只要你在中国生活，你在买东西，你不就是那个剔骨刀的贡献者吗？当然了，中国还有最后一招，那就是开闸放水啊，继续印钞。印钞那不就是直接抢劫了吗？所有持有人民币资产的人啊，都会因此而付出代价。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如果您觉得大伟节目还行，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咱这个节目啊，不造谣传谣，不给你输入精神鸦片，告诉你中共快崩了，3、5年就崩，你就等好日子嘛。天下没有不付出代价就可以获得果实的，那你只能是给自己抽鸦片了，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明天见。